欢迎大家来到《半熟恋人》第4季第10期的陪看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晨曦。大家好，我是胡允婷。大家好，我是梁甜儿。大家好，我是咔咔郑伟莹。大家好，我是曼肖万万。大家好，我是骆俊帆。大家好，我是夏梦婷。嗨，我是严航。大家好，我是宋永豪老叔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迎来第10期，就是大结局了。回想一下大结局那一天，就是告白日前夜的那个晚上，我不知道大家都是什么心情，可以在这儿分享一下。告白夜你去了吗？你去吗？去了。你去了吗？去了。我一直在想谁会去啊？这是猜测。但是告白夜那一晚，你也不知道谁会去。对啊，你也不知道要去哪。是。但是我觉得就是，既带着遗憾，同时又带着期待吧，因为你，接下来会迎来可能这20多天来的一个结果。就是其实跟老骆差不多吧，表白夜前一晚是非常非常紧张的，然后也很纠结，一方面不希望自己做的太过，给别人太大的压力，然后另一方面呢，也不希望自己做的太少，让别人感知不到，会有比较纠结的心情。那这种心情呢，随着后面新的故事的开始，现在就已经抚平掉了。所以是多还是少呢？当时给的正好，刚刚好。艺术啊！哎，那是给谁了呢？坐在我旁边这位女士，你告诉我是给谁了呢？我就是很感谢大家，甚至就是说整个节目组所有的老师，就是他好像给我编织了一个非常美的梦。他不是说是仲夏夜之梦，他是寒冬里的梦。我在这个期间体验了很多人生从未有过的经历，然后现在的心情就是挺甜的，哈哈。你就看啊，你就看这个嘴脸，你就能知道，有的人心情是靠嘴说，有的人心情全写在脸上。告白前就是我会比较也是一样紧张吧，然后想说要表达什么，然后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。OK。老苏，我那个时候很平静，因为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在小屋里边，对我来说不是那种我希望得到答案，反而我是想把整个东西给做一个好好的收尾。我也是觉得想写点什么，但我觉得脑子里的话很多，然后我就是觉得要用告白日那一天的心情去做当下要说的话。然后现在坐在这儿，我觉得心情就是，我觉得我对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认可，然后我也觉得我做得很好。那如果让大家说一个最怀念小屋里的什么，你们会？就是每一天的晚饭都很好吃。过生活过日子，有的时候就吃那口饭嘛，然后那个吃饭的氛围也好，然后就是东西也很好吃，然后大家一起做饭的那个氛围，就是让我很想念。一起吃饭的人，重要的是谁做给你吃啊？对，你们都好有高度啊！我最怀念就是我不用做饭，然后还有人给我做饭，而且还比外卖做的好吃。有个遗憾是，咱小屋里能有个洗碗机就更好了。其实更怀念的就是那些时候有很多人牵挂你，无论是可能爱情上面的，或者是友情上面的，当时有一点情绪，就会有人跟你说，要不我们聊聊，要不我们谈谈。这个其实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怀念的。所以其实这20多天度过下来之后，我们吃的每一餐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回家吃饭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正式开启我们半熟恋人第4季第10期的陪看，开始吧！耶，快点，迫不及待了。又哭了。我在那里痛哭流涕。只有我在偷偷看他的，只有他在偷偷看我的。你是右撇子吗？所以就把他们逼到那边去，然后抢他们好抢。哎，这个角度刚刚好。哇，好看好看。感谢你昨天的瞬间，我一边看一边笑，一边看一边笑。然后想原来你在局中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状态，当局者迷真的是这样子的。那照片都是我有在的一些环节，特别是跟梁天。
因为我们两个真的经历了很多在小屋里面，所以收到讯息的时候，当然就是想要跟亮天再好好的沟通一次，去确认我们的关系，全意很真诚的去表达自己的情感，然后全力以赴的去追求我相信会有一个好的结果。当这个时刻真正来临的时候，我也有很多想要表达的，就让自己真实的、真诚的面对自己。在之前说了太多，我们浓度不够，但我也想表达一下，其实有很多时刻我是有心动的。我当下的心意已经很明确了，我只是不确定在我这个想法之后，从一个真诚的角度来说，我有一件事情我想要跟你说。他会给我一个怎样的答案？这景好好看。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慎重思考，我还是决定不去跟任何女生去做一个告白。我想要实现的改变和突破，我也合格的做到了，就真的没有任何遗憾了。所以我选择了最后独自离开。我今天没有心意表达的对象。小屋的离开是结束，也是开始。哎呀，咔咔，玛雅，漂亮了！这么快上场了吗？这么快，你怎么登场哦？开始紧张。现在就开始紧张是吧？哎呀，这个笑容，哇，太甜了！哎呀，这是谁这么老帅了？哇，好漂亮啊，今天。谢谢，你也很帅。哎呦，你哪有我不明白了？我有一点动作也一样。都深呼吸，不紧张。深呼吸。他这个时候还在安抚你。当时我也紧张快死了，我快。看不出来。你不接受试试看。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看的电影，哇啦哇啦。你有问我会不会收集电影的周边？就像这个电影的名字一样，希望你能够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。在来到小屋之前，我也是一个胆小鬼。姑姑捏一下那个剪被动，我不敢主动的去接受别人的好，而且还经常会躲在壳里。看他们这个更好看，从众共享。我其实很感谢能够在小屋里头遇到你，是你让我有了勇气去表达自己的心意，让我实现了自我的突破。我就选我旁边的。老脸，老脸有一份不能放葱。哎呦，聪明啊，领导！聪明啊，领导！如果你也愿意的话，我们能有更多的时间去继续再深入的了解彼此。答应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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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应他。吃下去的飞起呀！我今天没有实质的礼物送给你，但是我有看过周五下班之后的第一班高铁。如果说顺利的乘上坐到北京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去吃小龙虾。哇！天啊！然后哇，就是天哪，要病了！我看到了你的真诚和勇敢，我也不想再退回到那个小小的壳里。我觉得我已经拥有勇敢的能力了。感谢我们的勇敢，好棒！哇，真棒！哇，真棒！鼓掌！
耶！这就成了，这就是吗？你当时，呜呼，你们牵着手走出去的。表达心意那一刻，太开心了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这脚趾头低了，救命！记得他闪闪发光的眼睛，他眼神里闪烁的好感、喜欢。好甜啊！虽然不合时宜啊，所以小龙虾好吃吗？后来还没吃上，都是他来找我的。哦，高铁票也没买着呢，没不重要了，不重要了，不重要了。哎呀，哎，这谁呀？真是呢，该去你的吧总。霸总，你好像穿着个法袍，对，衣服跟我心情一样起伏。你扣紧点吧，你扣紧点吧。哎，你看我们老罗笑的，我会觉得有点害羞啊，有点羞怯。我也没想到我会莫名的开始紧张。在嚼啥呢？老罗你太可爱了。在小屋里面待了20多天，对我影响最深刻的，然后让我成长最多的，就是你。有吗？有的。哎呀，你给我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俩还有冲突，但是我当时想，这么短的时间里面，你怎么可以那么的了解我？尤其是那个时候盯着我看，我就是不敢看你。如果你不把自己包裹得太严实，可能真的会有人走进去，然后懂你。感谢。你每次脸红还要盯着我看的时候，我就感觉你眼睛里面有一汪春水。哦。但是我就会闪躲，但是又忍不住想再多看几眼。这个体验里面，你跟我表达说你有对我的一些心动，所以我也想今天表达我对你有很多的心动。没想到我还会可以跟你在一起这么轻松，没想到我们还会有一些相似。就我本来以为我已经释怀了，但是就像昨天，你突然说要带我回去攀岩。我会觉得完成了一个很美好的闭环，一切归零。关于那些争吵、遗憾、愧疚、眼泪，就让它留在上海吧。上海怎么了？我的上海怎么了？好洒脱的语气。这些天，绝对是你让我看清我自己，而你就是我在这里最大的遗憾。老陆这一幕真的蛮人心疼的。那我们明天出去玩？可以。要不？好的。好了。爱一个。我没想到会是你。我是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很想跟你从好朋友。
怎么说呢，还是比较适合哭。真的哭得很好看，喜极而泣，悲伤也泣，仙女落泪。对，有那个感觉。啊，你说话凉。我想跟你交换我们的永生花哦，会想摆你的永生花在我的新家里面看看。画了下吧。我是没下河蟹啊，怎么这么胖啊？现在瘦了，现在有。夏夏真的很了不起。好美好哦，好甜啊！原来是这样，一直在好奇那一天其他人在干嘛。我脚趾都抠地了。当然能感受。但是那个，快交代。那我采访一下你的感受吧。我就是紧张啊，我就是，我感觉那个比我在山顶上读信紧张多了。我在山顶上读信的时候，真的就是紧张到发抖。但是那一天就是完全整个人愣在那里头。然后确实也没有想到你后面给我的那个回应，说是我看好了高铁票什么的。确实像你说的，虽然没有给我准备实质性的礼物，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礼物了。采访一下这位女士，这女士。别光抠我的手茧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就是这个女士，就是那个在这儿宣布一下，这个手茧我已经抠了2个月了啊！哇，在线课堂，然后就不用再说啥了，老耳朵红不要再。而且后来我们不是在杭州还见了一次，他们俩状态真的是非常非常好。所以他们不是只是在象牙塔里面，在这个童话里面过得很好，其实在外面依然也不错，相处关系很好的。但我觉得老骆你也很勇敢，你也真的有成长。进来其实你看2、3天可能就已经犯错误啊，然后在弥补过程当中，其实我会发现有些时候愧疚太大了。你会忽略掉一些事实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想跟夏夏说的，就是你是很棒的人，然后你值得被人坚定的选择，值得被爱，因为你有那么多的闪光点，是非常非常非常欣赏的，所以这是我最后一天想去表达的一个观点，这是我的感受。夏夏呢？我觉得用一个上帝视角再去看自己，怎么说呢？我觉得这女的挺厉害的。是的。就是我之前还调侃老骆，我说那你挺厉害的。我现在想对自己说，夏梦婷，那你挺厉害的，表达了自己想要表达的，感受了自己想要去感受的，就足够了。我觉得在看他们两个的时候，我有一种在看电影的感觉。他们之间互相有好感的时机和时间点，好像在这个21天的这个呈现里面，总是不在一个点上。但是你们双方互相的成长都是我们刚刚看在眼里了。就是我就想感觉说每个人的轨迹是不一样的，很多时候只看到了冲突，只看到了比如说情绪上面的宣泄，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回头去看，发现他身上有很多优点，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。很棒的老骆，对，真的是一群很坦诚、很忠于自己的人。好吧，来，我们继续看吧。哎呀，很勇敢哦，老叔。有些话总得说嘛，在做最后一次尝试，把自己心里最后你为什么有下颌线啊？啊？因为真的很由衷的感谢你，可以让我放下心。老梁，好想亲一口你的嘟嘟嘴巴。2天，我喜欢你，你是值得被爱的。太勇敢了，老苏。就是我注意到你的眼镜，哇，这个是不送你的？对，不同程度的负伤，所以我买了一个眼镜框给你。然后今天就带来了。谢谢。这一副吗？是，品味真的还可以。真的好看。
被点名了，真的。然后我希望这个眼镜，你戴上之后，除了能看清你眼前的路和这个世界之外，我也希望你能够时时刻刻看清自己的内心。爱人要先爱己哦。太会做了啊！好吧，我的老苏心在滴血。挺感人的。老苏可以，可以要个这样还能笑出来不容易。把关系放得这么明确，反而我们后边没有这种太多的负担。一步三回头啊！如果有很刁钻的角度，我在想你在那里站了很久，其实冷死了，真的冷。真冷死了。不要再说冷了，一直戳到我的愧疚。没在管我死活的老师。我有尽量讲快一点。我觉得允婷英可能会来，我是希望她能再勇敢一把，但是我不知道她会说什么，既期待又害怕。呀！不管结果是什么。好，然后陈哥走进来了。陈哥乱入。太猛了吧，老师！太厉害了，这也太拼了，但是太美了，习惯了。他来了啊！哦，王子殿下，陈哥。那我今天说话快一点。没事，你看吧，我有。是吧？并没有讲很快，老师。我们要倍速再加快一点，它就是象征着我们的缘分。跟姐姐回家。要跟姐姐回家吗？要幸福快乐。谢谢，好可爱。谢谢。然后接下来讲快一点。是因为我的表达能力有限，所以我写了小抄。你们都没有稿子是怎么了？原谅你。你是个生命体验非常丰富的一个人，就像一个揣着很多糖果的女孩，但你也会很乐意的分享这些彩色的糖果给别人。这都是我觉得你值得被爱的原因，也是我喜欢你的点。好惬意。这是什么偶像剧画面？真的好好看啊！原来约会是这样的。好棒呀！我就想问的是，你会愿意带着这段关系进入到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吗？我等会儿回答你。好，破碎感。我给你准备了礼物。这样。哇！他们俩连上了。你们俩真的很有默契，送的东西也是一个类型的。是我说那天你下了班跑到我的约会场所，然后我看到因为奔跑而冻得通红的一双手。这个画面真的。我也还是想做一个勇敢的人，所以我可以再勇敢的告诉你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撒花，牛，很棒。海报式鼓掌。越说越动情了。我太庆幸我来这里了。我希望我们都不要怀疑自己没有能力去爱，自己没有资格被爱，不要这样怀疑自己。我们一定会在生活当中收获很多快乐和爱的。后面还有吗？还有最后的压轴呢。由于麦克风在我手里，那么请你先说吧。要说些什么呢？我来。我可以的。当时感受就是非常的开心，觉得说终于把
想说的话有说出去，然后虽然说我的表达一直都没有非常的好，或是非常的利落，但是我都觉得你会很精准知道说我想要说些什么，然后会就是回复到我会在意的点啊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看完之后，就对会有点紧张我不知道要说些什么，耳朵都红了。已经很棒了，很棒了。就是我那天是头一天晚上是没有写东西的。其实我自己当时他说完了那些，我在思考，所以我讲话也挺慢的，活该我爱动。但是在回看那一刻，我还是会觉得说我很开心，我能够把那一刻的感受完完整整的表达出来。然后我还是想用勇敢这个字当做一个关键词。然后我还是觉得你挺棒的，很棒，很棒。我也很欣赏说很勇敢的说出来。我在犹豫的时候都会想起你的勇敢，你的表现，然后就会觉得说自己应该也可以做得更好。我刚刚其实在那个里面也说，我说成年人的勇敢，我说一步三停。你们如何理解成年人的勇敢这件事情？成年人的勇敢不应该是选择，而是珍惜。因为现在的生活能够接触的人比原来多太多太多了，所以现在很容易做的一个勇敢是什么？就是我跟你不行，我换一个，换下一个。但我刚刚其实能看到，比如说老苏知道不行，但是我想表达我自己。然后老胡也是一样的，他在当下的老胡的表达，他也是这样磕磕绊绊的，但他其实当时能够讲到那个程度，已经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心血了。我珍惜我自己的感受，我也珍惜我身边这些很好的人，所以我愿意把我想说的东西告诉你。但除了珍惜，我还觉得就是我们长这么大，30+，我们经历了很多，受过很多不同的伤，我们还会相信爱情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才是，就是说，真正的勇士其实就是哪怕看清了生活的艰辛，也会依然充满了热情去面对这个生活。好，我们往下看吧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看下一段了，老师。